啊啊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爱喝酒，但是只能喝3杯的3杯芋头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听说朋友加入了一个本地的种菜小组，他们向乌特勒支市政府承包了一片菜地，现在每周过上了吃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的日子。荷兰有很多城市其实都有公共菜园，荷兰语是 Stadstuin， 一般用于非商业性种植，包括食用作物和观赏植物。所以一些市民就组成了协会和种菜小组，可以向市政府申请承包公共菜园。因为很好奇朋友下班之后在市中心的务农生活，于是今天和他约好了去他的菜地看看。终于2个打工人下班后一起骑车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Stadstuin Plutodreef。一进门左手边是大家公用的储存室，朋友先进去拿工具了。这里我还发现有人把吃不完的蔬菜拿来卖，价格比超市的还要便宜，比如2根西葫芦只要1.5欧，1把小葱1欧元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呢？这里还发现了几个奇形怪状的稻草人，放在这里不是来吓鸟，而是来吓人的吧。现在就跟随朋友的脚步去他们的菜地看看。这是都是生菜啊，因为太热了，所以都已经开花。正常来说，你看这些都是生菜嘛，它现在开花了，长成这样子。哇，生菜原来是长这样子的！我都不知道生菜还能开花 ，sorry。哇塞，承包了一整片菜地耶！哇哦呢！这个是黄豆。黄豆对。哦。这个是我们的，对呀，这个土豆。天哪，看见！哇塞，好可爱呀！我们这周一直都在吃这个豆子。其实这个可以尝一尝，生吃是可以吃一点的。可以吃吗？把它打开，你可以尝一下。天，浪费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尝一个吧，不能吃太多。但是它是青豆的感觉，是吗？有点苦哎，还不错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它有一些甘甜的味道，但是生的一般都会有一些苦味。对，然后你看这里就是那个草莓嘛。哇，草莓这么多，天哪！过季了，看都没怎么结了。哦，是。然后那个是洋葱，对吗？对，那是白色的洋葱，那是紫色的洋葱。看来这周要收获很多洋葱了。这个绿叶菜炒菜很好吃，很适合中国人。哪一个？就是这些都是，就是吃菜叶的，但是它疯狂的生长。然后这个是 concombre， 叫做那个，就是有花可以吃的花，你可以尝一尝，就是有那个 cucumber 的味道。天哪，好美啊！但你吃起来，你把这个后面这个东西掉，对。哎，它好像是有一种很奇特的，但是是狗狗们的味道，我好像吃不大出来是狗狗们的味道。可以尝一尝，它们叫做 Bonnetau。哦，这个真的是有点薄荷的感觉，其实有点辛辣味，有点是辛辣。对，辛辣味。反正也是用香草。但这个香草你们会用的多吗？平时？那种完之后就卖掉吗？还是卖掉。这个就是那个分口啊。然后这里是否见哦，天呐，西葫它这长得好大根啊！对啊，黄色的，对。天呐，好可爱啊！哎，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西葫芦长成什么样哎。疯狂生长，这个一般就4天它就长成这么大。真的吗？很多。哇。哦，这里也是好多啊。这里朋友偶然碰到统一种植小组的组员，2人看到菜地有些干了，于是架起洒水器给植物浇起水来。我站在菜地边，看着2人认真地修剪着西红柿的枝叶。周五下午的阳光洒在翠绿的叶子上，
没有了城市的喧嚣，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，一周工作的疲惫也被治愈了。这个能吃这个吗？哇，你这私藏了好多苦靴子。拿两个酒，就可以这么随便拿是吗？他们前天收的。这里就是它的菜叶子。对啊。朋友从菜园里拿了2根自种的西葫芦，捡了一把 snipit 带回家，准备晚上炒来吃。snipit 的中文是君达菜，之前从来没有吃过，所以很好奇是什么味道。OK， 拿上今晚要吃的菜，我们准备回家做晚饭啦。这里朋友一边做菜，我就一边采访他为什么会在荷兰开始种菜。就当时为什么会想说去承包一片菜地？因为想找些事情干，我觉得在荷兰挺无聊的。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菜地呢？而且是怎么找到那个小组说可以？就是在网上随便搜的时候，因为我比较喜欢，以前在野外的时候看了一些就是蔬菜啊，都是有那种想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吃，然后可能就是经常在网上搜这些东西吧，搜着搜着它就给我推荐了这种 fermented 啊，对，就是在野外可以，就是推荐，首先是推荐可以在野外就是有那种可以去采摘啊，然后识别的那种小组啊，然后知道一些小组之后，发现啊，原来荷兰有这种组织，然后就去网上搜一些那些就是种植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网站，然后网站里面就有介绍有这样的种植小组，然后今年的话刚好3月份就在，因为它一般是每年的3月份开始，11月份，3月到11月份啊。那参加这个小组需要交钱吗？要交钱。哦，你交多少钱啊？75欧元1个月。那其实还行哎。其实还行，因为你收获很多。它会促进你在家里煮饭。在家里煮饭的话，其实你在外面吃的开销就小很多。对，你在外面其实你正儿八经2个人吃一顿饭的话，也要花个70多，已经现在对，现在对，就是拿着100欧去，我感觉。对啊。对。所以就你现在有一些东西，我每周其实的蔬菜都是从那里拿的，我几乎就不怎么在外面吃饭。但是一开始种菜的时候肯定不知道怎么种，然后你们就会有 instructor， 然后教导你们怎么种，他也会提供我们就是种子啊什么的。对，他每个星期都来，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要怎么种，要怎么搭建那些东西，手把手的教了，就给我们一些指示，然后我们就去开始做就好了。那你们会就是自己决定说 OK 这一片要种什么，那一片要种什么？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好了。然后就跟我们说，因为他会有个 deal plan， 就那个种植计划。里面会今年好像有40多种，他每年都会换种的东西。那今年就40多种植物。然后就跟着那个种就好了。然后他每个星期最开始的时候都规划好每个星期种什么，然后它上面那个 deal plan 上面也写清楚了每个时节每周可以收获什么。西葫芦就烤吧。那你种菜的话快乐吗？就有从中获得了收获的快乐？收获的时候，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特别的开心。每次去种菜都很开心。其实还有一点就是，你其实跟冥想很差不多嘛，因为你全神贯注的都在除草呀、搭建那些棚子啊，或者你在种那些植物啊，其实你是很专注的。但那个时候其实你就没有想别的东西，你专注的是在现在。听朋友讲了种菜的乐趣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有共鸣。现在高节奏的生活和工作都让人觉得静不下心来，能专注的去做一件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，其实已经很奢侈了。朋友煎了一条海鲈鱼，简单的用盐和胡椒调味，最后撒上欧芹，淋上橄榄油，看上去真的超级好吃的。炒出来的蔬菜也上桌了，真是充满了锅气。周五下午怎么能少得了喝酒呢？给朋友带了一瓶产自法国阿尔萨斯的雷司令，刚好搭配鲜美的鲈鱼和蔬菜。尝一下味道。好好吃哦。
我来吃一下这个菜叶。我这看过去好有锅气啊。好吃好吃，对吧？有一点像苋菜的感觉，就是口感上，对不对？好好吃这个。它跟就是bok choy 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我要吃下杆的味道。而且没什么纤维感，你知道吗？就还是很嫩。好嫩，好好吃啊。对对对，我有点被那个了 convince 了。对，这个真的好好吃。来尝尝西葫芦。哇哦，大颗。还是蛮是吗？我来吃吃看。好好吃哦，好肥美的感觉。有肉的感觉，真的有吃肉的感觉。而且加了橄榄油很香。朋友家住在乌特勒支市中心，而且有一个绝美的露台，在阳光灿烂的周五下午，在露台上喝着汽水，实在是太惬意了。OK， 伴随着露台上俯瞰乌特勒支市中心的绝美风景，今天的 vlog 也到了尾声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